在《权力的游戏》里，有一个角色充满争议，也很少被真正理解。他几乎没有做过坏事，他英勇、正直、守信、重情义，但却迎来了全剧最残酷、最突然的一场死亡。他就是少郎主罗伯·史塔克。为什么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他的死会成为观众眼里最震撼的一幕？为什么他的荣誉没有换来任何的保护？这一集心理镜头让我们从心理学出发，来聊一聊一个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少年被迫成为大人的代价。罗伯·史塔克的人生转折并不是他自己所能够选择的。奈德被斩首的那一刻，罗伯失去的不只是父亲，而是他的秩序、榜样、保护以及他可以慢慢长大的权利。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林东城公爵，史塔克家族的男主人，扛起复仇旗帜的人，以及北境大小封城和数万士兵的精神支柱。但心理学上有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概念，叫做父母化，即 parentification。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当父母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责任时，孩子会被迫承担起大人的角色。当一个人在心理尚未成熟之前被迫承担起成年人角色，他的身份就会被迅速固定，而自我却还来不及形成。罗伯看起来像是北境的继承人，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想要被认可、想要不辜负父母期待的孩子。当劳勃国王带着他的大队人马造访林东城的前几天，罗伯还在跟琼恩·雪诺一起教布兰练习射箭。他是史塔克家的长子，在那个长子继承的社会背景下，他早就知道自己会继承北境的一切，所以在这个年纪，他仍然处在一个稳稳当当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仍然在练习战斗技巧，而其他的东西他还没有开始学。这个阶段除了武学技艺之外，罗伯学会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的忠诚、正直和荣誉。但问题在于，奈德的这些品质是在成人世界中反复被现实打磨之后的选择，而罗伯的荣誉是未经现实检验的道德信念。心理学上称这种状态为道德绝对化。在电视剧的第一集，当奈德处决逃跑的守夜人的时候，史塔克家的男孩子们就站在旁边看着。奈德的处决是那么坚定，无论那个守夜人有什么样的理由，只要他违背了守夜人的誓言，奈德就不会放过他。甚至奈德还教导孩子们，如果你要判一个人死刑，那你就必须亲自行刑。而这句话在这之后不止一次影响了史塔克家的孩子们。而奈德自己除了是整片北境的守护者之外，因为从小在谷地长大，和谷地的大人物们都有不错的交情，又因为娶了河间地普利家族的女儿，所以奈德向来在北境、谷地和河间地都有良好的声誉和强大的影响力。再加上罗伯亲眼看到劳勃国王不惜兴师动众到访林东城，又在独自面对父亲奈德的时候，能够完全放下国王的威严，与父亲亲如兄弟一般。罗伯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直接从父亲奈德那里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教育，所以在他的世界里，父亲是一个强大的榜样。父亲因为自己的正直、忠诚和遵守誓言而得到了这一切的待遇，所以在罗伯的信念当中，誓言是必须被遵守的，而背叛誓言就意味着必须受到惩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的世界非黑即白。
在那之后不久，奈德迅速陷入了君临城的政治斗争，命运君临城。临东城的孩子们四散天涯，珊莎停留在君临城里，身边无依无靠，成为了兰尼斯特家的棋子和筹码。二丫不知去向，生死未卜。父亲的私生子在罗伯看来，与自己拥有相同血缘并且年纪相仿的琼恩·雪诺已经奔赴绝境之墙，而与自己留在临东城里的，除了母亲凯特琳，就只有躺在床上的布兰和最小的弟弟瑞肯。唯一一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人，就只有葛雷乔伊家的席恩。虽然从小一起长大，但他是个外星人。在震惊与愤怒的情绪加持之下，罗伯身为长子，自然而然地扛起了家族和复仇这两面大旗。我们无从知晓他心里究竟有怎样的想法，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想明白父亲奈德为何会死。他几乎就像是被半推半就着召集起北境的各大家族，集结起了北境的大军，马不停蹄地开赴南方。几乎是势如破竹一般，罗伯赢得了最初的几场胜利。很快他就被北境的几大家族奉为北境之王，而这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不幸。这一系列的胜利来得太过容易，这强化了他的一个幻觉：父亲一生正直、诚信、忠肝义胆，你们杀了他，你们是错的，而我正在做正确的事，我是正义的，我是对的。这个世界会站在正义的一边，也会站在我这边。你们看，大家都拥护我，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罗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成年人世界里的复杂，也不知道现实世界从来都不会奖励你的动机纯洁，人们只考虑结果。心理学里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成功早于他真正的心理成熟，那往往就会延迟他真正的成长。罗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他也不懂这个世界除了黑色和白色之外还有灰色，他不懂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北境的大小家族应召前来，发现领头的竟然是个毛头小子，都暗自不服。而当壁炉城的老城主站起来挑衅罗伯的时候，罗伯直接用北境领导人的身份对他施压，并声称自己可以在完成讨伐兰尼斯特之后回到北境处决他。他更不会想到，接下来他会遇到一场更大的胜利，给他带来更大的政治筹码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整个《权力的游戏》的故事背景都源自于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对领袖和英雄的敬仰来自于他们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奈德对孩子们说，如果你要判一个人死刑，那你就必须亲自行刑。这句话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只是在罗伯的行军过程中，他的胜利大多都是来自其他人的托举。母亲凯特琳亲自替他联系娘家图利家族和谷地的人来协助他，卡史塔克家族、熊岛、波顿家族等等北境各地的家族组成了他的军队，就连他向壁炉城城主施压的时候，也是他的狼跳出来替他解围。有人说，罗伯在异域森林活捉了詹姆·兰尼斯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拆解这场战斗，你会发现是黑鱼布林登和图利家族吸引了詹姆的视线，熊岛吹响了战斗号角，发起进攻的是安博家族、卡史塔克家族、梅利斯特家族，甚至是弗雷家族。所有人都在倾其所有协助罗伯，而罗伯本人呢，差点成为詹姆·兰尼斯特斩首和突围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罗伯与其他的领袖人物相比，你会发现在君临城攻防战中，斯坦尼斯身先士卒，抢在了士兵们的前面，奋勇地第一个冲上了君临城。即便是兰尼斯特家族的泰温，在20岁的时候也身先士卒，在9铜板王之战中亲自上阵，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尊敬。哪怕是身材矮小的小恶魔提利昂，也在最危难的时刻提着自己那把小小的战斧奔赴战斗第一线。罗伯所欠缺的正是一个还在习武期间的少年走向真正的领袖之间的那段环节——社会化。这种欠缺在詹姆成为罗伯的俘虏之后开始加速显现出来。罗伯第一次面临军营中出现的不同的声音，他自己希望用詹姆来赢得这场战争，母亲凯特琳却想着怎样能用詹姆换回珊莎，而卡史塔克家族出于为儿子复仇，想要杀死詹姆。后来气愤的卡史塔克杀死了兰尼斯特人质，而罗伯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劝解，执意处决了卡史塔克公爵，并且他非常认真地遵循了父亲的教导：如果你要判一个人死刑，那你就必须亲自行刑。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失去盟友，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正义。许多人都说罗伯愚蠢，没有政治手段，但其实那只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社会的少年心中的充满极度不安的自我确认。罗伯在确认自己的身份，确认自己是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个北境之王。在那之后，北境的军队迅速涣散，而罗伯的征程也开始加速毁灭。北境的几大家族开始不满于罗伯的所作所为，明里暗里开始撤走自己的军队。母亲凯特琳放走了詹姆，天真的想要能够换回女儿珊莎，而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色婚礼，最终为罗伯短暂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很多人把罗伯的悲剧归结为一句话：为了爱情毁了一切。还有人说罗伯满嘴仁义道德，自己却撕毁了与弗雷家族的婚约。也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泰温在幕后操纵。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没有达成的问题。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价值、信念和人生持续发展的体验和主观感受。这种感受能够给人以指引，能够鼓舞人们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在仍然处于青春期的大孩子们身上看到非常显著的自我同一性问题。这个时期的孩子们萌生了大量的自我独立意识，却仍然在物质上无法独立于自己的父母。他们畅想美好的未来，却很难看见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罗伯也是如此。原作故事中的罗伯在出场时只有14岁，在电视剧中他也只有16岁。这个年纪的罗伯被失去父亲、战争、死亡和失序包围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内心排斥着弗雷家族的女儿，而母亲与弗雷定下的婚约却又能给自己的军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他的内心自我正在被撕裂。此时此刻的他像极了我们周围的那些不得不向这个现实世界低头的人。他急切地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急切地需要一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接纳混乱的他。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战地小护士泰丽莎。他喜欢泰丽莎，在他自己的眼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旁人插手，是他自己内心涌出的情感。他选择了情感正确，选择了忠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非常讽刺的是，那个被他的父亲因为破坏誓言而处决的守夜人，不也是忠于了他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恐惧感受吗？一生追求荣耀正直的奈德，亲自向孩子们示范了怎样用极端的手段来否决别人的真实。罗伯学会了，他自己也被其他人用更极端的方式否决了。在血色婚礼的现场，瞪大双眼的罗伯一定不会想到，情感上的正确是无法替代复杂的现实的。这不是谁背叛了谁，而是一个还没来得及看清自我的人，把内心无愧误认为这个世界会原谅我。血色婚礼不只是一场谋杀，它是一种宣判。他宣判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未经现实验证的理想主义没有存活空间。罗伯不是输给了弗雷，也不是输给了兰尼斯特，他输给了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是对的就放过你。那一刻被杀死的不只是北境的国王，而是一个还没来得及学会社会复杂的少年。罗伯·史塔克，他绝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只是来不及长大。他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曾经相信过，只要足够正直，足够努力，足够不违背良心，这个世界就会善待我们。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成熟不是变得冷酷，而是学会如何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让自己的美好理想活得更久一点。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他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里，忠于了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向往。如果你也曾觉得，为什么我明明没有做错，却依然付出了代价？也许少郎主的故事能替你说出一句迟到的解释：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早被要求成为大人。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点赞、转发、一键三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不同的看法，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或是告诉我你希望在心理镜头里谈论些什么。让我们下期再见。 How are you? How am I? I've had to arrest my mother. The Lannisters have my sisters. The man I considered my closest friend has seized my home and my brothers. I'm fighting a war and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march south or north. I'm sorry. It was a stupid question. I'm sorry. No. Forgive me. You're being kind. I have no rights. You have every right. You're a king. That's not the kind of king I want to be. What kind do you want to be? I don't know. The good kind?